大家好，我是小懒。最近啊，这台湾岛上可真热闹啊！这又是演习，又是要罢免这个罢免那个的。哎，你说说，这帮人是真闲不住啊！要说这个演习吧，以前啊每年都有，也没啥稀奇的。但是这一次啊，民进党那帮子人啊，尾巴都快翘上天了。为啥呢？因为这次演习啊，他们搞出了点新花样，号称是史上最强。以前的演习啊，就跟这个小孩子过家家一样啊，玩个什么4天5夜就完事儿了。结果你猜怎么着？这一次啊，他们脑袋一拍，直接延长到了10天9夜。这是想干啥？是想把谁累死呀？还有更邪乎的是啊，这次参加演习的人数也是破纪录了，说是要召集22000多号退伍的老兵，这还是头一回啊，把一整个部队的退伍兵啊都拉出来溜溜。这架势啊，是真想搞出点大动作啊，还是纯粹想凑个热闹，把人头凑够了好看呢？他们还搞了个什么城镇韧性演习，听着挺高大上的，其实就是说啊，万一啊真打起来了，老百姓啊该往哪儿跑？大型商场能不能当避难所？吃的喝的从哪儿弄？你说说这演习啊，咋演到老百姓头上了？难道他们真觉得会打起来？他们还吹嘘这次演习是实况实兵实装，说白了就是没剧本啊，不像以前演习啊，提前把这个敌人是谁怎么打都安排好了。这次他们说走到哪儿打到哪儿，敌人是谁啊不知道，反正就是见招拆招。这听着是挺随机应变的，可万一真遇上点事儿，光靠这个随机应变行吗？虽然他们嘴上没明说，但是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啊，这演习啊就是冲着咱们大陆来的，这摆明了就是一副我就要闹独立，你来打我呀！哎，你以为光是演习声势浩大就能让他们这么嘚瑟了？最近啊，美国那边时不时的就冒出几句保台的屁话，哎，这可把这个民进党给乐坏了呀！他们感觉自己啊有这个美国爸爸撑腰了，这腰杆子一下子就挺直了，一得意啊就容易忘形。他们竟然让驻捷克的人啊去收买当地的网站造谣，那造啥谣呢？说这个台湾的副领导人肖美琴去捷克的时候啊，被大陆的人跟踪了，甚至还策划了要撞他的车。哎，你听听这话啊，是不是觉得无耻龌龊到极致？一个小小的台湾副领导人，这有啥资格让大陆去策划撞车啊？能看他一眼，那都算是给他天大的面子了，还策划撞车？哎，就他那半中半美的混血台独身份，值得一个保险杠的钱吗？他们还要求咱们大陆道歉，你说这事儿是不是有点搞笑？更可笑的是啊，捷克那个什么情报局也跟着跳出来给他们站台，一起施压咱们。你说这个捷克一直以来就跟台湾岛上那些搞独立的人啊眉来眼去的，对咱们大陆啊是充满了敌意。他们说的话能信吗？就跟那个村口大妈唠嗑一样，那听听就得了。再来说说马英九，他访问大陆时啊，那场即兴演讲里蹦出来的几句话，听着是挺像回事的啊，什么和平、民主、统一，这词儿啊，听着是不是有点意思啊？但仔细一琢磨，这老马的小九九可藏不住了。咱们先来回忆一下马英九当年在这个台湾当省长的那8年啊，他一直挂在嘴边的两岸政策是什么？就是那著名的3不：不独、不统、不武。这3不啊，说白了就是我不搞独立，但我也暂时不给你统一，更不会动武。而且啊，那时候陈水扁搞的那些台独教科书的事儿啊，他也没去拨乱反正，就任由那些毒素啊去荼毒台湾的年轻人。说实话啊，那个时候啊，咱们大陆可是真心的想追求和平统一啊。只要这个马英九啊能承认9·2共识，不搞台独就行。大陆以一个大格局的心态，也包容他的不同。那段时间啊，两岸交流达到了历史最好的水平。马英九啊也心安理得的享受着咱们大陆啊对台政策带来的各种红利。可你看看马英九执政那8年啊，国民党表现怎么样？简直就是手鼠两断啊，老鼠两头跑，不知道该往哪边去。他们既不敢公开喊独立，也不敢堂堂正正的说统一。这种模糊不清的政治主张啊，让老百姓啊对这个国民党是失望透顶啊，也让这个国民党内部啊失去了凝聚力。结果呢，这个国民党不仅斗不过民进党，自己内部啊还窝里斗，搞得一团糟。这不就削弱了他们竞争台湾省长的能力吗？最终啊导致他们把这个政权给丢了。马英九之后啊，国民党那真的是一蹶不振呀，连续3次都没能再问鼎台湾省长之位。哎，你说这是不是有点咎由自取的意思啊？
马英九卸任之后啊，多次访问大陆，但是每次啊只谈和平，从来不提统一。可这一次访问大陆啊，他破天荒的第一次啊提到了统一，却给统一啊设置了2个前提条件：和平、民主。那和平啊多好理解啊，就是反对武统嘛，大家都不想打仗啊。可是民主呢？按这个马英九的解释啊，就是要尊重台湾岛内2300万民众的意愿。这话听着是不是挺高大上的？但是你仔细品品啊，他的民主真的是这个意思吗？如果按照马英九这个逻辑啊，那咱们大陆14亿多人的民主意愿就不需要尊重了吗？这显然说不通嘛。所以啊，他嘴上说的尊重台湾2300万民众的意愿啊，这只是他掩盖真实想法的一个幌子。哎，他所谓的民主啊，其实就是暗指台湾目前的那一套选举制度，这才是他的小九九。也就是说啊，按照这个马英九这个小九九，对于台湾问题啊，要么就独立，如果呀非要统一不可啊，那就得实行台湾现在这套所谓的什么民主制度，让这个国民党、民进党还有什么778的那些党啊，跟咱们共产党通过选举轮流执政。这话啊，估计他心里啊憋了很久了，至少20年了吧。可是他一直不敢明说，这一次他总算是鼓起了勇气，脱稿说出来了，但也没敢说得太明白。脱稿啊，说明这话根本就不敢写在稿子上啊，就怕白纸黑字留下了把柄。马英九啊，其实还有一个退而求其次的想法，那就是搞邦联制。那这个邦联制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台湾和大陆啊名义上统一，但台湾现在的一切都保持不变。说白了啊，就是换个名头，其实啊还是各自为政。无论是马英九的哪种想法啊，咱们大陆都是不可接受的。咱们大陆啊只接受1国2制的模式，如果台湾当局不同意，那对不起了，就只能1国1制了。有这个网友就评论啊，再没有必要高规格接待马混子了，来大陆旅游欢迎，但必须自费，不要兴师动众的接待，当他是个普通游客，该收费啊就收费。所以啊，咱们今天唠嗑了半天啊，你是不是也看明白了？马英九这个小九九啊，说白了啊，就是两岸统一的绊脚石。你看看现在啊，蓝营绿营这2帮子人啊，为了个叫大罢免的事儿，真的是斗的那叫一个乌烟瘴气、狗血淋头。这大罢免啊，说白了啊，就是绿营那帮人啊，瞅着这个蓝营有31个民意代表不顺眼，想把他们从位子上给踹下来。这事就定在7月26号投票，到时候啊，就看这个蓝营能不能保住自家兄弟，这绿营啊能不能趁机多捞点位子，把这个台湾立法机构的控制权给抢回来。为啥这个绿营这么拼呢？这事可大着呢啊！如果蓝营被罢免6个人，那绿营啊就能重新掌握立法机构的多数席位。这到时候赖清德可就要真的完全掌权了，想干啥就干啥，没人拦得着他。哎，那可真的是想一出是一出啊，无法无天了。不过话说回来啊，咱们关心的可不是他们谁输谁赢。这么多年看着他们蓝绿两边嘴上是打得头破血流，可一到统一这事儿啊，骨子里都差不多，都想着搞点小动作。说白了啊，他们这帮人啊，就是为了自己兜里的那点权利在瞎折腾，咱们就看个乐呵就行了。但是啊，这次大罢免这出戏啊，倒是把一些什么蓝营大佬的遮羞布给撕下来了。其中最让人跌眼镜的就是那个号称是港独分子黎智英好朋友的赵少康，这老小子真是个惯犯啊，老爱出来搞点幺蛾子。这不眼看着投票的日子越来越近，那些面临被罢免的蓝营民代们就赶紧找自己的大哥来站台助威。6月28号那天，有个叫王宏威的找来了台北市长蒋万安帮他造势，而另一个也挺危险的李延秀就找来了赵少康，陪着他到菜市场去拉票。结果你猜怎么着？这赵少康啊，真的是本性难改啊！这个人啊，跟马英九似的，胆子小的跟耗子似的，但就是自我感觉特别良好。当年韩国瑜竞选的时候，赵少康就跑去助阵，自以为的号称自己代表知识分子，呼吁大家投这个韩国瑜。结果呢，他要是不出声喊好啊，这一嗓子喊下去，连台北这个蓝营的老窝都给输了，真是帮倒忙的典型哦。这回面对媒体啊，赵少康又开始他的表演了。这家伙竟然敢对大陆提要求，他是这么说的啊：我要真的劝告大陆方面对台湾搞大罢免少讲话，不要老是发表你的评论，不需要你插嘴，国民党会自己处理。你以为你要干什么？如果记者问，你就说这是台湾内部事务，我们没有评论。怎么样？听完这话，你是不是也想来个巴掌？这家伙哪来的勇气让这个大陆闭嘴不插话？他甚至还舔着个大脸教大陆怎么说话。
哎，你说这人自恋到什么程度了，才能说出这种话来啊？赵少康，这个港独分子黎智英的好朋友啊，每天就坐在他们电视台那井底里，抱着自己那点小确幸，身边啊围着一群马屁精，就以为自己啊能指点两岸江山了，真是太把自己当盘菜了。咱们沈毅教授总结的特别到位，这不就是倚老卖老吗？你以为自己是谁啊？再说了啊，国民党这帮人面对民进党那些什么街头暴力啊、政治斗争啊，从来就没赢过。对民进党那些台独的言行啊，他们更是不敢公开去斗争，反倒是对民进党那些靠美国搞台独、靠武力搞台独的念头啊，他们还经常跟着学、跟着拜。哎，真让人看着都来气啊！其实咱们大陆现在看得远着呢，咱们想的是将来统一的两岸怎么融合发展，那个都是星辰大海的大事啊。国民党那些个小打小闹、内部矛盾啊，咱们哪有闲工夫去搭理他们？谁有那精力去管他们窝里斗啊？对于台湾岛内的任何政治势力不管是民进党还是国民党还是什么民众党咱们的态度都非常明确。谁敢制造两岸对立分裂，谁敢推动鼓励台独，谁就是咱们打击的对象，谁就是可以以任何方式消灭的对象。退一万步来说台湾问题本来就是咱们大陆自己的事儿，那只要对祖国统一有帮助，大陆怎么说怎么做，那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哪轮得到赵少康这种人在这放肆啊？话说回来民进党为了让这一次大罢免成功，最近可真是下血本了。不仅赖清德那家伙是天天出来搞他什么台独实讲，还编造萧美琴的事让大陆道歉。民进党当局故意在这个时候炒作这种事跟上面那个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大罢免投票，挑拨两岸对立，煽动民众仇恨。一个原本挺安宁的小岛现在是搞得惊鸟乱飞，走兽横行这只能意味着这个灾难和末日就要来了。那你们对这次台湾岛内的大罢免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聊聊我是小兰，我们下次再见。